Buen camino 。从班布罗纳出发到关德拉列纳，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标，就是这里。这里是一个雕塑群，它的名字叫做 Alotto di Pedron， 是1996年的时候有一个雕塑家叫 Vincent Gabete 在这里所建成的，象征了朝圣之路的朝圣者在路上的情景。这个雕塑群有12个朝圣者，第一个这里是表示中世纪的时候朝圣之路的开始，然后后面3位是跟随者，代表逐渐兴起的这一个朝圣之路。然后这里代表的是中世纪的商人，他们骑着马，然后运着货物。后来到了20世纪开始，这里朝圣者又变少了，只有1-2个人，是他们比较不受欢迎或者说衰落的时期。然后20世纪末，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现代人，开始又在兴起了朝圣之路的朝圣之旅。这里上面有一段西文，这个要请谷歌来发音了。Donde se cruza el camino del viento con el de las estrellas。意思是说，风与星辰的轨迹交际的地方。所以晚上这里应该是会有很漂亮的星空，可是现在白天看不到。而这里是山顶，上面是风掠过山头，所以这里也可以看到很多的风力发电机。从这里开始算是朝圣之路的第2个阶段，大概已经走了100公里了，加油！这位西班牙朋友，我要看他吃这个花，好香啊，好好吃。边徒步旅行的时候，膝盖不好的人最怕走的就是石坡、碎石路，第2就是下坡路。还有什么比这2个更可怕的？就是下坡的碎石路啊，好痛苦啊！走了6个小时半，终于来到漂亮的皇后桥小镇 Puente La Arena。现在和波兰的朋友一起走去。Friend from Poland. What's your name? K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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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Kasia. 刚好预定了同一个住宿，然后在这个小镇的入口遇到。我们就一起走过去吧。前面这个小巷很漂亮。在 Puente La Arena， 这些中世纪的房屋都是用这种很坚固的木门，因为在7月份庆祝奔牛节的时候，才可以保护自己的家里，不会让那些发疯的公牛撞破自己的家门。所以这一些木门也变成这个小镇另外一道风景。朝圣之路第5天，现在陆陆续续已经有许多朝圣者也出发了。身后的就是皇后桥镇的石桥，要跨过这条桥离开这里了，然后前往下一站。今天的天气不是很好，虽然没下雨，可是刮强风。查了这个天气的 APP， 上面是说那个强风是一直刮，都是时速超过35公里以上的，一直刮到下午，要被风吹着走了，希望不会逆风而行。Let's go！
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会来走朝圣之路。其实从2023年的年末到2024年的今天，我一直都处在人生的一个低潮期，突然很难去感受到喜悦，或者说还是可以感觉到开心，可是心里总是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萦绕着。然后这一年的时间里面，经历了很多悲欢离合、生离和死别，渐渐的好像觉得心里面好像有一个黑洞，就把所有正面、把所有快乐的情感跟情绪通通都吞噬掉。然后一度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点忧郁症。然后我觉得有很多人可能表面上看起来嘻嘻哈哈，会懂得去旅行啊，去学习新的事物啊，把工作做好啊，把生活过得看起来也没有不正常，可是心里面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像我就是这样子。雨天的时候，大家都会用这个雨衣斗篷，这最好用，因为够大个，可以连包包都一起罩着，就不会进水。刚才大家都手忙脚乱的，因为风很大。走在路上，有时候会出现这样子的档子 ，Parados Peregrinos， 就是给朝圣者的。所以这里有免费的水果，看一下苹果，然后还可以补充水，还有核桃、饼干，这是面包，然后自由捐赠，你可以把钱放在这里。朝圣之路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标记，就是贝壳，所以像朝圣者都会在自己的背包上面叠上这个贝壳，然后大家就会知道哦，这个背着背包的徒步旅行者他是朝圣者。所以当我们进入大小城镇的时候，都不会担心迷路，因为我们可以跟着贝壳的指示走，无论是路面上的贝壳标记，或者是在墙上的这个蓝黄色的贝壳的标记，
都指引着每一个朝圣者正确的方向。而这个贝壳的由来呢，是因为当初圣雅各的遗体在被运送回来伊比利亚半岛的时候，他们是通过船海路嘛，所以这个船遭遇到暴风雨的后，运送圣雅各遗骸的船就沉没了。那些死里逃生的圣雅各的学生们，他们就非常悲痛万分，然后在岸边哭泣的时候，突然就发现那一艘船突然浮上水面，然后船体呢贴满了贝壳。所以为什么圣雅各的标记是贝壳，而不像其他的圣人一样是武器啊，或者是刑具之类的？然后后来发展出了朝圣之路之后，它也成为了朝圣之路的一个标记。那要怎么解读呢？其实很有意思的，这个就是终点，所以这是我们前往的方向。所以无论你从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出发，从你家门口出发，前往 Santiago de Compostela， 都是往这一个方向去。所以这个贝壳的纹路也代表着朝圣之路。所以是先有贝壳才有了朝圣之路，但是贝壳又可以很完美的去诠释了朝圣之路的这一个路线的发展，或者说不同的方向前往同一个终点的这一个意涵在里面。现在到了 Day 5的目的地 Estella， 一个算中型的城市吧。现在是本地时间下午4点，街上是冷清清的，店也没有开。不要以为今天是周末，其实今天是星期3。为什么都没有开店呢？因为西班牙人有午睡的习惯，下午2点到傍晚5点，他们都在睡觉，所有的店几乎都不开门，只有很少数的，像我今天找到这个想要喝咖啡。找到一间 cafe， 难得是在这个时间有开门的。Day 6第6天啦，脚很痛，然后特地早起，有2个原因。第一，订不到今天的住宿，所以必须往原定的目的地多走7公里，今天应该是要走29公里。第二，脚痛，受伤不会好。所以不早走的话，这样一拐一拐29公里，不知道走到几点。可是我知道，再往前走3公里，有一个很特别的景点等着我，所以还是咬着牙继续前进吧 ，Let's go！Gracias, living， 拜拜 ，Adios。离开 Estella 不远，从那里走过来的，然后会走到这个铁铺，他做的这一些首饰很精致，贝壳的图案，好像中世纪的打铁匠一样，他在打铁。Hola， Buenos días。所以他在制作他的首饰啊，还有一些铁艺等等。这里有不同的十字架的图案，或者是没有十字架图案的，就5欧元，其他7欧元。我挑了一个有十字架的，然后这个看起来自己很喜欢，所以就买下来了，当个纪念。Where are you from? Malaysia. Muchas gracias.
走到了我心心念念的一个算是朝圣之路、法国之路上面的景点。为什么呢？这里是一个葡萄酒厂，然后这里有免费的红酒酒泉，自己带杯子来任你喝。所以这个 Vino 是红酒 ，Aqua 是水。所以还没有早上8点，可是开喝吧。其实还挺好喝的。今天我第一个，然后陆续大家都到了，很多的朝圣者都在这里品尝这个免费红酒泉的红酒。这里是写早上8点开始。可是其实刚才我8点不到就已经抵达，而且已经打开这个红酒泉，已经有红酒了。然后一天会提供100公升。Salud！ 在路边摘东西吃的，这个再靠近一点，这个叫 Mulberry 吗？这个好甜啊，好好吃哦。超好吃的，没有什么吃到水果，自己在路边补充。不行了，脚太痛了。刚好有一个药局，我要去求救了。好啦。从药房出来了，可是也只是买回一样的药而已。那个阿姨摆摆手说：“你就是只能吃这个药。”然后我就在里面买了多一盒和那一天在 Pamplona 一样的药，然后涂的药膏也在里面再涂一次，然后再继续上路。可能要与这个疼痛做朋友好一段时间。我可以的。因为我只带这加强，它就是很强。台湾朋友带了一堆的药，没有，这是止痛，这是完全止痛吗？对，这个是很强，就没有，因为我是肿瘤科的，我的是看的是更长，所以他肿瘤科，他看的是那种化疗的。哦，还没到很重，还可以，对。那我2颗给你试看看，你一次1颗，可是你觉得？可是我是觉得还是要休息的。热心的台湾朋友给的，然后有香港的护士验证，我就敢吃咯。利除痛。这是 B12的，这 B12就是神经的，这 B12是。Ay, para morir, yo va, cada día te quiero más, yo va, cada día te quiero más, yo va, cada día te quiero más. No more, no more. No way, I'm yours. Sing with a smoking family. Love. 这里有一个战士的雕像，
另外一侧是一个僧侣的雕像，而中间的这一条线呢，当我站上来的时候，代表我已经完成法国之路一半的路途了。